3月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以隆重的仪式欢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过，这次习近平访问法国，马克龙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四方会谈，显示出法国以及欧盟对待中共的态度已经改变。3月26号，在军乐团的演奏声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挥手送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前一天，习近平抵达巴黎时，同样受到红毯和仪仗队的隆重欢迎。不过，热情并非这次访问的唯一基调。《纽约时报》形容马克龙兼具热情、谨慎与警惕。25号，中法两国在爱丽舍宫就价值数十亿欧元的10几个商业和政府条约举行签字仪式时，马克龙当着习近平的面重申，在他看来，为应对中共霸权，欧洲的统一反应至关重要。如同验证这一说法，26号，马克龙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四方会谈，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前往爱丽舍宫参加他与习近平的会谈。这引发媒体关注，为何马克龙不单独会见习近平？最主要的是他不希望北京对欧盟来施展各个击破的这种战略，也就是说，单一的欧洲国家呢，现在已经很难独自去抵挡中共作为第2大经济体在金钱诱惑和政治逼迫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呢，他要刻意展示一下欧盟的团结，并且呢是含蓄的警告北京，不要试图来分化我们。上星期，意大利不顾盟友警告，正式缔约加入了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希腊、匈牙利、波兰和葡萄牙等比较小的欧盟成员国此前也签署了相关意向书。批评人士担心，欧洲未来将面对特洛伊木马。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晋远认为，马克龙现在把北京希望的双边会谈变成了四方会谈，同时也是以欧盟团结推动者的身份给其他欧盟成员国做一个示范。而26号的四方会谈虽然显示出多边合作的意愿，但欧洲方面对中欧贸易的对等表达了更多的重视。默克尔、马克龙和容克在会谈中委婉地指出，他们认为在与中国的关系里，好处更多的在中国这一边。3位欧洲人希望一起将对华关系重新定位，以便使欧洲在不断变革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西方国家跟中共打交道也是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他对这些东西都看得比较清楚。你不管是5G、一带一路，还有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入侵西方市场，最后把西方的很多产业技术全盘的拿到中国去，所有的这些都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贸易和交换基础之上的，所以说整体性的引起了西方自由世界的警惕。唐晋远表示，其实中共对待欧洲的贸易和渗透手法和对待美国如出一辙。在遭到美国的反击之后，中共当前已经把扩张的重点转移到了欧洲。这种做法呢，它实质上是严重威胁到了欧洲视为统一基石的这个价值观。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欧洲和中共的这种对立其实是迟早的事情。一带一路和华为、5G 等等问题，它只不过是提前引爆了这个两种体制、两种价值观之间的这种根本性的对立性矛盾而已。除了西欧国家，中共也在积极拉拢中欧和东欧国家，拆解欧盟经贸防线，特别是通过与中欧和东欧16国的16+1峰会加强合作。不过，已经有波兰官员抱怨，在他们对中国商品敞开大门的同时，中共开放波兰商品的进口数额却没有明显增加。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态势，欧盟委员会上周拟定了一份强调欧洲利益的10点计划，希望达成共同立场，为4月9号布鲁塞尔欧中峰会做准备。